你好，首先祝你新年快乐。这期呢，我打算做一期自己的介绍还有总结的一个视频，因为这里快到年底了嘛，马上就是2024年了。呃，今天大概讲的内容呢，分为3个主题。第一个呢是以前呢基本上，我是做那个水族生意的，就是开了一个小水族店。专门帮人家做这些鱼缸啊，还有这些乙鳞缸这些。后来做来做去呢，等到疫情的时候呢，生意就没什么生意了。后来我就突发奇想，因为经常在家里面闲着无聊呢，看这些视频，还有刷这些短视频，我就突发奇想，我说既然我有这个手艺的话，可能我有喜欢这方面的东西的话，我就来做这个视频博主。有这个想法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寻找那个做视频的方向。一开始呢，是我去我朋友的木头厂那里，就是弄一些木头的一些，就是鱼缸的一些造景的一些搭配，一些素材的一些搭配。拍了以后呢，我就发现那些东西太小众了，可能不喜欢鱼缸的这些人的话，他可能看不懂你在做什么东西。那后来做来做去呢，就开始学着做那个树脂呢，就开始做一些什么小的耳环呀、项链啊，用那些小木头和碎木头来做一些。做来做去呢，我就发现那些东西也是做的自己可能做的不太好。做来做去，慢慢发展以后呢，就开始按我自己的理解是更上一层楼了，就开始做这些模型啊、手办啊，做这些动漫人物。因为平时我也喜欢打游戏，我就开始做这些。那现在讲的就是现在我在做的事情。我呢是现在的视频的频道里面的主题呢，主要是做一些手工啊，做一些这些小的木雕。你看像我做的这些，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，就这个就特别丑，已经丑到是无法形容了。基本上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，但是我又舍不得扔。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，不管从颜色还有造型，反正就是基本上能看出来是个人，其他什么都不像，然后颜色啊这些都特别糟糕。这个是第一个。然后我想一下，我都不记得第二个做的是哪一个。第二个做的是一个那个对马岛之战上面的一个鹤通，一个蒙古将领，那个我放在厂里面没有拿过来。第三个我想一下是哪一个。第三个是这个也是我做的比较大型的一个。这个是一个蝙蝠侠的一个猫腻的一个机车人形。这上面我还装了一个 LED 灯，因为现在在这里插座不好插。这个做的比较复杂了，然后分为2部分，视频上面分为2部分，一个是摩托车，一个是猫腻。当时这个猫腻的话，从这个身材比例，还有这个面部五官，全部都是作废掉的，也是属于一个失败的一个作品。但是能做这么复杂的话，也是花了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。然后第三个我找一下，第三个是这个也是这个颜色，我用制喷漆喷的，也是这个颜色。哎呀，像去泥地里面打了一圈滚一样的。然后那个五官还有这些头发，从这里开始以后，我就开始用那个假发来粘这个头发。这个第一个粘的，反正粘的也是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这个是第四个是身材比例明显好了很多的话，当时就是这个五官还有这个身材比例也是很不完美，做的不好。这个像这些以后我都打算全部都把它重新改掉，这些做的不好的话，把这个头全部都改掉。然后这个是第5个。没有，这个是第5个。
这个是第五个，这个第五个的话，你看它这个造型也是比较复杂的，一个是凳子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打游戏的一个小女孩。但是这些漆的话，我是用那个也是手画的一个漆，这个漆面也是相当不平整，但是稍微比这个猫腻要好一些。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我的一个作品。然后这个是下一个，这一个呢也是可以分开的，也是五官没做好。然后身材比例的话，当时是按照那个游戏上面的图片做的，所以是身材比例有点那个比例相当不协调。但是这个沙发的话，虽然做的不怎么样，但是能看得出来是个沙发，也是一个很比较复杂费工的一个作品。然后这个是第五个，这个也是面部，基本上我都发现除了漆就是面部，这些身材比例都是越做越好，就是面部一直做不好。然后这个是下一个。这一个就是身材比例要细致了一点，但是这个面部也是没做好，头发也是粘的不好，太粗糙了。然后后面呢就稍微好一点，像这个小女孩的话，她的身材比例就比较接近那个真人的一个比例。这个是我突发奇想，用那个胶带，用那个定工胶带来粘的这些线条。因为我要用那个手绘的话，我可能画的不是很好。我靠，插不进去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最新做的一个，从那个身材比例到手绘到胶带到头发，到五官都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些。但是精致呢谈不上，这个就是最新的一期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做这些模型手办，是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。然后偶尔呢，可能我偶尔还有以前的一些老客户呢，他们需要翻新一下鱼缸呀，或者是搞一些维护啊，或者是如果以后会有一些那些室内景观的一些工程的话，我也是会把它拍成视频上传到我的频道里面。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木雕、DIY 手工，还有那个部分的这些鱼缸里面的造景，这些就是我现在做的。那以后要做的，我的打算呢，就是还是以目前的步调为主。就是继续做这些手办模型，当然可能就要勤加练习。练习的话，可能就是像做这些东西的话，因为天气冷啊、天气热这些都会影响这些胶啊，还有这些油漆干的速度，可能就制作的时间会长一点。像基本上像做一个像这些复杂一点带凳子这些什么的这些的话，造型比较复杂，那可能就要一个多月，1个月40天左右。像做这些，另外这些小的倒是20来天。像这样的话，我的视频本来一开始计算开频道的时候，我是打算每个星期都更新的。但是现在做来做去的话，因为像手工这些东西的话，它制作过程比较长一点，可能就达不到每个星期来更新了，可能能1个月能更新一次，就算比较稳定的。所以说以后主要的方向还是做模型啊、手办这些。也希望你们能给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。虽然我现在目前做的还很垃圾，像这些东西的话，可能，我都想拿到火里面去把它烧掉，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可惜。然后以后打算在这些地方做一面墙，然后把这些从我开始第1个做的到第2个、第3个做的，然后统统把它陈列出来。还有明年还有一个小想法，就是像我做的不好这些，我会把这些头全部都切掉以后重新改，改了把它尽量把它的面部这些改得漂亮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会用一些小碎木头，
在制作过程当中，我不是用那个一整块的一个木头，因为一开始像这些都是用一整块的木头来做的，后来做来做去呢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盈利，基本上就是靠在我朋友那里，蹭一下他的场地，还有蹭一下他的水电这些东西，场地、水电，还有这些一些小的一些小胶啊这些部分的材料，我都是用我朋友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视频上面还没有盈利的话，我就只有尽量省一点材料。所以说是这些木头用拼接的话，我就发现像可以比较省材料一点，几块小木头偏在一起。如果我用一整块木头来切来做的话，可能浪费的比较多。像我的木头的话，我基本上不用他们的成木了，现在我都是上那个山上去找一些那些路边砍的路边倒掉、自然倒掉的那些树，或者是人家扔掉那些绿化修剪树木的时候扔掉那些小树段，我会捡回来把它拼拼接接做成一个东西，然后再上胶上漆。基本上以后就是这个方向，就是做模型手办，做手工 DIY， 还有偶尔的会顺带做一点这个造景这些。好，今天基本上要说的就是这么多，就是从前、现在和未来就是做手办方向。以前是开巡景店的，现在是做模型手办，以后呢也是做手工 DIY 这一块。那希望大家给我继续的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啊！谢谢你，也祝你新年快乐。